莫看江面平如镜，要看水底万丈深。欢迎来到解密日记，我是超人。今天讲述的案件发生在菲律宾的天使城，它是菲律宾北部一座人口只有40多万的小城市。这里是欧美男人的天堂，有一个13岁的少女就在此工作。4年后，17岁的她迎来了真爱，两人一见钟情，并结为夫妻。可好景不长，男子遭人暗杀，可却迟迟查不出凶手是谁。母亲为寻求正义，暗中调查，她雇佣私家侦探，花费了2年半的时间，终将凶手绳之以法，却没料到这个凶手竟出现在自己家中。是什么样的仇恨可以让朝夕相处的枕边人痛下杀手呢？是利益冲昏了头脑，还是夫妻不和反目成仇？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。英国的诺丁汉是仅次于伦敦的第2大贸易集散地。1970年3月27日，一个名叫史蒂文·戴维斯的男孩在这出生了。他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可就在他14岁那年，发生了一场意外。他的爸爸因一场事故去世了。之后，他与妈妈还有2个妹妹一起生活。从小失去父亲，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人，他会帮助妈妈照顾妹妹，也会像个大男人一样照顾妈妈。不久后，妈妈再婚，他们和继父相处的都十分融洽。因为从小酷爱电脑，长大后的史蒂文成为了一名计算机的程序员。大学毕业后，21岁的他去了香港发展。史蒂文每天除了工作之外，还有一个新的爱好——滑翔机。他在菲律宾的天使城参加了一个滑翔机俱乐部，因为那里有更专业的滑翔机教练，并且从香港飞去菲律宾也只需要2个小时。这天训练后，他参加了俱乐部组织的 party。很快，他就发现这场 party 来了很多当地的陪酒女孩，他们被木讷的 IT 男史蒂文逗得哈哈大笑。作为一个直男，从小就不善言辞的史蒂文，在这场聚会上认识了热情主动的伊芙琳。事业有成却从未有过感情经历的他，觉得陪酒女孩对其表现的殷勤就是爱，便一下坠入了爱河，却不曾想过眼下的这个让他觉得无比温柔的女子，既是他的温柔乡，却也是他送了性命的英雄种。伊芙琳从小生活在菲律宾的一个偏远岛屿，那里没有自来水，没有电。因为家里太穷，伊芙琳13岁就离开家乡，去菲律宾天使城的红灯区工作，赚了一些钱后就寄回家里补贴家用。在众多的女郎里，显然她是非常幸运的，因为她遇见了把她视为真爱，并且愿意为她赎身的史蒂文。当晚，史蒂文向酒吧老板交了500英镑后，便把伊芙琳带回了香港。他向父母介绍，眼前这个名叫伊芙琳的女孩就是他的女朋友。27岁的儿子找到了女朋友，史蒂文的母亲并未感到开心，他无法接受儿子找这样一个女人。但随着接触，母亲觉得伊芙琳文静而且很有礼貌，便慢慢的接受了她。1997年3月20日，27岁的史蒂文花了500英镑买了一套白色礼服，在亲人的见证下，与17岁的伊芙琳举办了婚礼，从此彻底改变了这个女人的命运。她从一个菲律宾红灯区的舞女，变成了衣食无忧的阔太太。婚后，史蒂文对她也是百般宠爱。1年后，2人生下了女儿。由于妻子总说想家，史蒂文放弃了香港稳定又多金的工作，举家搬到了菲律宾的天使城，在这座城市的富人区租了一套房子，并找到了一个电脑技术员的工作，1年有6万英镑的收入。他每个月都会给妻子1000英镑。2年后，又迎来了他们的儿子。时间不知不觉又过去了5年。史蒂文不仅对伊芙琳的爱只增不减，对妻子的父母也十分的照顾。因为伊芙琳的老家住在岛上，往返只能用船，史蒂文就出钱给他们买最好的船，还为父母建了岛上唯一的大房子，就连岳父母来城里看望他们，费用都是由史蒂文支付。伊芙琳在生完孩子后变得非常懒惰，家务由女佣打理，甚至孩子也需要女佣照顾。婚后的几年，伊芙琳吃酸富足，也养成了她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。史蒂文每个月都会给伊芙琳1000英镑零花钱，可总是在月初就被伊芙琳花光了。他还擅自挪用了大女儿上幼儿园的学费。史蒂文一气之下
停掉了伊芙琳每月1000英镑的零花钱，并想送她去上学。但伊芙琳对学校并不感兴趣，花钱大手大脚的她背着丈夫典当了史蒂文给其购买的奢侈品，甚至两人的结婚戒指也都给卖了。但这些钱也很快就被花光了。没钱花的伊芙琳居然又回到了之前工作的酒吧，干起了夜店女郎。史蒂文发现妻子经常出去打电话，每次都有说有笑的打很久，他总觉得妻子哪里不对劲儿。史蒂文一气之下搬到了公司的公寓，并向伊芙琳提出了离婚。2002年的7月18日，远在英国的母亲收到了儿子史蒂文同事麦克打来的电话，电话中声称昨晚他们在公司的公寓里睡觉，上来了3个人，拿枪射杀了史蒂文。听到儿子死讯的母亲一脸懵，好端端的儿子怎么就会被射杀呢？母亲和继父马上买了飞机票来到了菲律宾。几星期后，警方告诉母亲说，他们认为凶手是与其生意有关的人，可能是同事或竞争对手。母亲一开始怀疑麦克，为什么他们住在同一个公寓，但被射杀的是史蒂文，而麦克却安然无恙呢？母亲决定去麦克家找他谈谈。见到麦克后，母亲发现麦克在那晚之后受到了严重的惊吓，常常在睡梦中惊醒，害怕有人突然闯进来。他发现麦克也是受害者，于是母亲解除了对麦克的怀疑。在儿子的葬礼上，母亲见到了儿媳妇伊芙琳。伊芙琳跟他说，凶手行凶时在屋内待了20分钟后离开的。母亲立马问道：“你见过麦克了？”伊芙琳说没有见过，可连麦克都不知道凶手在行凶时待了20分钟，伊芙琳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母亲整个葬礼都在留心儿媳妇的举动，发现她并不伤心，反而与一名男子有说有笑，并且为什么打电话通知史蒂文死讯的是麦克，而不是儿媳妇伊芙琳呢？母亲对他的一系列行为都产生了怀疑。他对伊芙琳说：“我要等待警察找到真凶，这期间我们能否去你的家里住，也方便我照看2个孩子。”伊芙琳一口拒绝了，这也更加引起了母亲的怀疑。菲律宾警方的行动十分的缓慢，为了加快调查的速度，母亲不得不自己支付警察一些开销，却一直没有进展。他只好自己动手，找来了私家侦探，24小时监视儿媳妇的家。很快就发现有2个男人经常出入伊芙琳的家中。经过进一步的确认，2人是当地的保安，其中1个常年与伊芙琳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。母亲拍下他们的照片，拿给了麦克辨认。麦克一眼就认出了他们的眼睛。伊芙琳的情妇正是那天拿枪指着麦克的头，让他说出史蒂文在哪个房间的人。但麦克因为害怕，并不愿意出庭指证，没有证据，这2个男人的谋杀罪将不成立。母亲觉得儿子的死和伊芙琳一定有关系，她认为伊芙琳十分危险，她想将孙女儿和孙子带回到英国。伊芙琳最后同意将孙子让奶奶带走。回到英国后，她每一天都在为儿子的死亡忙碌。她发现了一个人的行为很可疑。就在谋杀事件后，伊芙琳的姐夫就神秘失踪了。他寻求当地的警方帮忙找出他，但菲律宾警方效率很低，只有拿到钱才会办事儿。截止到儿子去世，母亲为调查儿子死亡的真相，已经花费了55000英镑。最后，母亲说服了伊芙琳的姨妈，将伊芙琳的姐夫找了出来。这个姐夫正是当晚谋杀史蒂文的第3个人。他也向警方坦白了一切，说与伊芙琳有不正当关系的2个保安正是他的同伙。经过审讯，他们供出了伊芙琳才是幕后指使者。原来，在案发前，伊芙琳找到了他们帮忙。他说：“只要史蒂文死了，我就能继承他的所有财产，我就是个富婆了。”随后，警方抓捕了伊芙琳。在儿子被谋害的2年后，2004年的11月，对伊芙琳的审判开始了。在审判现场，伊芙琳没有家人，没有朋友，只有他的律师陪在他身边。法官判处他谋杀罪名成立，判处死刑，但在母亲的要求下，改判为服刑40年，不得假释。审判结束后，母亲流下了眼泪，伊芙琳坐在下面，目光呆滞。人群散去，他久久没有离席，也许他在忏悔。之后，他被警察带走，
母亲找到了他，并对他们之间的亲情做了最后的告别。母亲说：“我们很爱你，也很珍惜你，但你带走了我的儿子，你毁掉了这一切的美好。我永远不会原谅你，但你为我留下了孙子和孙女儿，他们都是你的孩子。我要走了，我要站起来，不用对我说再见。”就在他离开关押伊芙琳的屋子后，母亲流下了眼泪。这期间的酸甜苦辣，这种滋味，只有他内心能真切的体会。You got your wish to have a face-to-face with her, to talk to her. That's what you wanted all along. That's what you got. I've been. 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，我是超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